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我们会带的两个主题呢，一个是关于我个人最近的一些心得，就是我会聊就是关于价值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会聊今天最主要的科技话题，也就是关于 Sora 2最近的一个发布。我先讲结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而且也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就是我好像可以看见未来，或者是我已经可以预计这个东西必定是会火的一个产品，就是好像也很少有机会可以这么样的相信一个东西一定会火，但是这一次的这一个，它让我看到了这个东西啦，所以我觉得从产品的角度来讲，它是非常完整，也是非常的让我看见了很多新的可能性啦，所以这个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那在开始科技话题之前，我先聊聊就是关于我最近的一些体会啦。这次的体会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一直在思考一个东西是，假设今天我们卖的产品也好，或者是卖的服务也好，无法提供客户足够的价值，或者是可能完全对客户是没有价值的，这样我们还需要再卖这个东西吗？所以大家可以知道，我的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就是你不应该要继续卖给客户关于这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不是他需要的一个产品，或者是无法为他带来任何的价值的话，最好的做法就是一开始就让他不成交，或者是让这个合作没有继续下去，因为一般上继续下去得到的那个结果，一般上会是比较痛苦或者是比较不愉快的一个结束啦。因为客户会觉得我付了钱之后没有得到我想象中会得到的东西，或者是没有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东西，然后他从这中间如果他看不到这个东西的价值的话，他就会觉得你是在诈骗，或者是你是在骗人。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不能够为了卖自己想要卖的产品而卖产品。就是如果我今天抱着一个态度是，我就是会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市场上是没有一个人有任何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的话，我又强制的把这个东西卖去别人的手中。这个案例就让我想到，就是每次我在吃饭的时候，总是会有非常多的一些人来向我推销，就是可能是他们可以随意的走进这些店，就是我可能吃的是一些比较 public 的一些餐厅，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推销人员会走来，不管是卖各种各样的水果也好，卖臭豆也好，或者是卖薯片也好，就是那个过程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的。其实像我自己不想在吃饭的时候被打扰，而且很多时候卖给我的那个东西也不是我真正需要的那个东西，但是它就会这个时候出现在我面前。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交易如果促成的话，是吗？后面会是有更多的问题的，因为你花了一个你不想花的钱，然后你又最后你吃起来你就觉得不是很好吃，然后你又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样的一个产品，然后最后你就会完全的觉得这个人是在坑你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必须确保你的产品具有足够的价值，尤其是这个东西必须是跟着时代去做调整的，就是时代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现在 AI 的导入，可能会让你的产品的那个价值点会可能产生很多的转移。所以当如果有旧的价值正在逐渐失去，你却没有办法有一些新的价值的时候，是吗？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开始你的产品跟你的服务会有一些问题，这个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对于适合的人，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挑选的。就是有时候这样子的产品，它可能适合这样子的一个团队，但是有时候另外一种团队却完全不适合。哪怕今天，比如说像我们做的是 digital marketing，我们一般上对接的都是客户的 marketing department。但是呢，如果今天这个 marketing department 已经非常的有强的一个 internal team，他们已经能够做到我们这些 agency 在做的事情了，那他其实不大需要真正的去找我们，或者是他可能觉得找外面的 agency 合作，或者是寻求他们的服务，可能会获得一些不同的一些价值，比如说更新的一些知识，或者是让他们可以更上一层楼。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在做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发现到我们在做的事情跟他们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时候，你还强制的是想要完成这个交易的话，那最后的结果就会变成是客户觉得，诶，这个东西我为什么不要自己做就好？就是我找来了一个外面的团队，但是他做的东西跟我原本的做的东西还一样，而且可能大部分的情况下效率会更低。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是要重新思考你的价值是不是真的有能够传递给你的要购买你产品的或者是这个服务的这个人。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觉得就要重新去思考这个交易是不是真的需要成交。有时候不成交对我来讲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关系的维持。那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分享。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星期的科技主题，也就是关于最近让我非常震惊的这个 Sora 2的发布。那 Sora 2呢，它是 OpenAI 最近在9月30号的时候发布的一个，基本上是 Sora 第一代的一个 upgrade 的一个版本了。那 Sora 就是它的影片生成的一个模型嘛。那这个影片生成的模型基本上现在有了一些提升，比如说最主要的是它现在可以开始有声音了，就是它会自动的帮你配音，比如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台词，
讲什么样的语言，比如说现在我看最多人在用的当然是英文，那有一些影片它已经可以讲到华语，然后再来有一些部分的话是关于对嘴的部分，还有就是声音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你是一辆警车，那你就会有一个警察的那个鸣笛声，就是会有一些额外的声音，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这个影片是很真实的。像这样子的一些配音呢，这个 Sora 2里面它确实能够直接进行的。当然，这个东西也不是最新的，因为 Google 的 Veo 3也是有了，而且从很多的技术层面来看的话，其实很多地方还可能不如 Veo 3的这个能力，或者是还没有到 Veo 3那么强。那回过头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会这么执着，还是会觉得这个产品是一个非常独一无二，或者是能够让我看见未来的一个产品？我的最主要的东西就在于它变成了一个 social media 的一个 app。也就是说，它现在除了发布 Sora 2的这个 AI 模型之外，它也另外的就是让这个 Sora 2变成一个单独的 APP，然后这个 APP 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打开进去就是一个抖音，然后它里面就内建了这个 Sora 的这个影片生成工具。所以对我来讲，影片生成工具是其次的。现在我今天会更加 focus 的是在于 social media， 也就是我们讲的社交媒体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从这里看到了一些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未来。那具体上，其实我在这个 app 发布的时候，我就一直抱持这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想要发布一个像抖音、像 TikTok 这样子的一个 app？因为对我来讲，第一是这个 app 很难做，第二是如果你的这个影片都是虚假的影片，尤其是我们都知道所有的 AI 生成的影片呢都是虚假的影片，也就是这些都是虚构的影片。到底有谁会想要看虚构的影片，或者是到底这个虚构的影片，大家一看就知道是 AI 影片，大家应该是很反感才对的。为什么会想要把它做成一个社交媒体？这个是我一开始非常大的一个疑问，直到我真正上手体验之后，我就意识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而且他跟我想的是完全180度的大转变。首先呢，这个 Sora 的这一个社交媒体呢，目前只开放给美国的用户使用，所以我也是花了一些时间，才终于开到一个美国的 Apple ID，然后终于可以去使用这样子的一个 App，然后进去才发现到是需要邀请码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感谢我的这个朋友 Jeffrey， 他非常珍贵的把他的4个邀请码之一发给我，然后让我有机会可以去体验呐。所以目前为止，大家可以想象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邀请制的一个时候，但是呢，它却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冲上了 App Store 的第1名还是第2名。简单来讲，就是大家可以想象是邀请制的一个 App， 但是竟然可以冲上其他没有局限的下载的这个 app 的排名，所以就可以知道它的那个人气有多高，或者是大家人传人告诉大家去玩这个东西的那个意愿度有多高。当然，这个东西现在指的是美国的市场啦，还有一些海外的，当然就是从其他方法想要破解或者想要去使用、想要去尝鲜的一些人，最主要都是这些人在使用啊。那进去的界面是怎么样的？进去的界面首先就是他会先问你，第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他会问你需不需要 upload 自己的脸上去，就是你可以把自己的肖像权交给这个 AI， 然后这个 AI 当然它也会让你选择，就是这个肖像权是只可以由你自己本人这个账号使用，或者是你可以 share 给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要让网络上所有人都可以使用你的脸。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其实有考量到了关于隐私的部分，就是他会觉得人的肖像权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 AI 生成影片如果给大家玩到太夸张的一个程度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虚假影片或者是一些误导性的影片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有稍微的做好这个准备，就是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完全不上传，但是因为我想要测试那个功效嘛，所以我就自己也上传了。但实际上它的结果我自己觉得不是到太好，因为它的那个设定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也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它得到我自己觉得它得到我的脸的资讯是非常非常少的，就是它只是叫我念一段字，然后看左看右就结束了，大概是在10秒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就完成了。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自己觉得它生成出来就是我的脸，我让它去我的脸做一些事情，我发现到不是那么的好看，或者是不是那么的像我，所以这个是目前为止它的一些局限。当然你在看别人的这些影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其实有些部分还是不够真实，或者是你会自己知道这个是一个 AI 影片。我觉得目前的这个瓶颈并没有突破到让你完全相信它是一个真人的影片，但是这一点都不重要。为什么？因为最重要的部分是它现在结合了这个社交媒体的属性，也就是像抖音或者像 TikTok 这样子的滑法。也就是说呢，比如说一开始我会做的东西就是我会先尝试看看它的 prompt， 我就把我的脸放进去之后，我就开始会打入一些 prompt， 然后让它去生成一个影片，我想要试看它的功效嘛。但是在生成的时间是需要等待的。这个时候它竟然有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提示，是它会直接开始放小。
它会直接把你的界面放小，让你开始去看别人已经生成好的影片。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让我感觉到上瘾的那个东西开始，因为这个时候你就开始看到哦别人在做什么，你当然想要参考一下还可以怎么玩，所以你就会开始去滑。然后你开始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这个东西停不下来。我已经测试了2-3天的时间，真的是完全停不下来，因为你会感觉你非常期待下一个人会怎么做。然后同时间他又加了另外一个跟 TikTok 不一样的东西是。你除了可以往下滑，就是一般的 TikTok，就是我看完这个影片，我往下滑就需要下一个影片，往下滑又需要下一个影片。同时间你还可以往右滑、往左滑或往右滑。往左滑或往右滑呢，基本上它就有一点像是这个影片的一些改变。比如说，我举例，第一个影片呢，我看到一个比较好玩的是，他是在讲一个车被拦下来，被警察拦下来，然后结果警察发现到里面是一只狗，他就对这狗就跟他要他的身份证，然后问这狗为什么在路上开车这样子。所以这样子一个非常搞笑的影片。当你往右滑过后，新的世界开始了，因为接下来有开始很多人用他的这个 prompt 继续的延伸下去，设定是一样的，可是现在换成了马来西亚的街道，现在换成了台湾的街道，或者是狗跟警察对调了，或者是现在变成是狗警察对着猫的司机在讲话，就是它有无限的延伸你可以做，就是它做的方式就有一点像是我从这个影片持续去延伸，我看到一个我喜欢的影片之后呢，我可以直接的从这里再给它下一个新的 prompt， 它就会根据我的这个改变的地方去生成一个全新的影片。同时间因为是从本来那里去延伸的嘛，它会保留本来的那一个一些影片的属性，或者是比如说这个东西是属于好笑的，或者这个是属于比如说警察责问然后他想要逃跑的这个感觉，它会完全的保留起来。又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很好玩的是，他们让一个名人在讲 TED Talk， 然后过后就变成一些历史人物在讲 TED Talk， 然后过后就变成一些从来没有看过的人在讲 TED Talk，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上 TED 去讲话的感觉，或者是甚至是有放到好像放耶稣在跟大家讲 TED Talk， 就是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延伸的一个功能，所以就会让你很想要看到底往右滑之后还可以怎么玩，然后同时间你觉得好玩，你也可以加入这一个群体，所以你就会觉得很有代入感，因为你做的那一个影片，它也会被其他人滑到，然后同时间也可以看到它的整个东西原来可以变化那么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真的是很上瘾，就是你会一直想要往下滑或者往右滑去看一下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你没有想过原来AI 影片可以这样子。我自己觉得它最大的功用呢，就在于传递信息以及制作 meme， 也就是我们讲的一些梗图。那我给大家一些例子，让大家可以想象，就是比如说今天他们在嘲讽可能中美贸易，或者是有人在嘲讽，可能最近安华颁布了一个新政策，这个时候呢，他就让可能 Sam 我们可能站在那里大声的骂，就是这个油价为什么没有津贴，或者是为什么我是外国人我不可以打马来西亚的油，就大家可以想象像这样子的一些嘲讽时事，或者是改编时事，或者是比如说大家自行的想象，比如说 Sam 我们觉得钱不够，他站在 Nvidia 的门口，不断的向 Nvidia 的老板请求，可以不可以给他更多的融资，像这样子一些大家一看就是虚假的影片，但是它却很好笑，因为它带了一个梗图的一个资讯在里面，会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好玩，或者是原来这样子的一个新生是好笑，或者是从一些角度你从来没有想过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在制作 meme 方面是非常非常强的，因为它是 AI 生成的。然后更重要的一个重点是，你今天是坐在沙发上面的，就是我们之前讲在 TikTok 的时代，如果我想要拍一些梗图，或者是我想要让大家觉得我有参与到这样子的一个 community， 我有跟大家有一个代入感，比如说大家最近都在跳这一首歌的舞，那我也想要模仿跳这首歌的舞，我要做的东西就是我要先准备好一个场地，然后我要开始拿出我的手机开始拍。然后我可能要在镜头前面跳舞，但是现在完全不需要，你可以直接躺在沙发上做完全部东西，你只是在打字滑动，你就可以做出一个新的影片，让自己能够完全带入那个情境里面。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东西又变到下一个 level， 它变得更加的方便。所以我自己的感受是，这个东西在年轻人上面一定会是很爆火，或者是一定会被传得很疯的，因为年轻人就喜欢这种酷酷的东西，就喜欢有这种新的尝试、新的玩法，同时间还越来越省力。之前的我还需要跳舞，现在的我只需要坐在沙发上面，打入我的新的 prompt， 在别人的创作上面继续的做2创、3创，我就可以有一些更多的人关注我，更多的人 like 我的 content， 更多的人跟我 comment， 或者是有更多的人从我的影片延伸去做别的东西。那种社群的代入感，那种社群的参与感，还有那种被大家认同的感觉，完全符合 social media 的每一个重点，而且它还符合了 TikTok 跟抖音上面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上瘾。它真的让我
很容易上瘾。我发现到跟 TikTok 跟抖音一样，就是你会不自觉的一直往下滑，或者是我打开电话会不小心开到这个 app， 然后我不自觉就往下滑，突然间我就发现到可能半个小时、1个小时过去了。这个也有同样的做法，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下一个影片会是什么，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原来延伸性还可以这样玩。那如果你今天突然间想要加入，你也可以随时的去从别人的影片按一个按钮，加上一个新的 prompt， 就可以直接加入了这一个讨论，或者是这一个社群媒体的这个感受。所以从这两个点上面我来看，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天下无敌。我自己觉得它已经完全融入了抖音的模式，同时间还又把最新的 AI 技术导入了这个社交媒体的属性。所以这个 Sora App 我可以完全1000% 的肯定说，当它开放大家去测试的时候，绝对会掀起一个更大的一个热潮，会有更多的人去玩这个东西。接下来只是看它的用户的留存率，还有它的对手是不是能够追上来。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在 OpenAI 的这一个优势是非常非常的强的，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最近又拿到新一轮的融资，已经让它变成是这一个世界上全世界目前为止还没有上市公司里面估值最高的一间公司。因为呢，它现在除了有一个最强的 AI 模型，同时间又有别人记得的，就是它已经是在大家心之中就是奠定 AI 基础的一个公司。再来呢，它有这样子的一些工作上面的效率，就是有了这个 AI 助手，可以解决我的工作效率，每个人都需要这个东西，可以解决我个人问题的一些烦恼，可以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好。它已经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工具属性，然后现在又延伸到社交媒体，就是纯娱乐性，纯让你有更加多的代入感的一个形式。所以对我来讲，它的这个 Sora 的那个真实程度已经不再是最重要，当然越真实，它未来会持续的更新，会变得越来越好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已经完全突破了本来的工具属性，已经去到了社交媒体，也就是娱乐的这一个领域里面了。当它完全切入娱乐之后呢，对我来讲，它的那个估值，或者是它能够背后带来的那个收入，就是跟它的未来的期待是非常可观的。所以回到刚刚前面的问题，就是我一直觉得大家不会想看 AI 生成影片，但是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东西是，大家其实想要的是一个好看的故事，是一个精彩的故事，是一个有剧情张力的一个故事，或者是有戏剧性的一个故事。哪怕这故事是虚构的，哪怕这故事是非常荒谬的，哪怕这个故事的创作非常的无厘头，或者是创作非常的简略，或者是破洞百出，但是只要他讲了一个好的资讯，只要他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那他就是一个好的影片。Sora 2的这个社群媒体呢，对我来讲是完全做到了把故事讲好，或者是让你可以自由的创作，让你可以非常简单，竟然还有比抖音更容易创作的一个创作影片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也是完全颠覆我的想象，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可能在未来会更加影响这影片拍摄行业的一些该做的事情，甚至是如果我们再不会使用 AI 去生成影片的话，我觉得那个落后的优势会越来越大，或者是你跟上时代的那个挑战会越来越多。那影片的最后呢，我就来做一些我自己对于这整件事情的一个预测，就是首先我会觉得 OpenAI 的下一个东西绝对是广告模式，就是它的赚钱方式绝对是依靠广告。因为当它进入社交媒体，当它有了搜索之后呢，这两个东西已经完美的符合了广告模式的全部东西。所以当它的这两个产品都有非常多人去使用的时候呢，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未来的广告收入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而且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现在就是一个 TikTok 或者是 TikTok 加谷歌或者是 Facebook 加谷歌的一个组合，同时间它有社交媒体，同时间它有搜索。所以当它把搜索跟社交媒体都打开广告模式之后，你就可以想象一下现在它的那个收入会有多么的强劲，或者是它未来的那个成长可能性会有多么的高。这是第一个预测。至于第二个预测的话呢，我会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 social media app 呢，绝对是未来的一大趋势，就是用影片生成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交媒体的方式。当然我看不到的东西是最后它会不会是成功的那个，很有可能 Meta 马上开始制作，或者是 YouTube 马上开始制作。实际上我也预测他们肯定会一起跟上这一波了，因为这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所以 Sora 不一定能够活下来，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呢，像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模式绝对会被奠定起来，绝对会是接下来所有social media会超往的方式，尤其是越接近本来的 Reels、TikTok 的这个形式，绝对会加入 AI 共创影片的这个模式。我自己觉得这个未来的想象力和潜能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还是回到刚刚前面讲的那一个重点，当我们今天都已经可以在你的沙发上创作影片的时候，同时间你能够非常快速的跟别人连接，跟别人产生社群的感觉，跟别人有同样的代入感，跟别人站在同一个同温层里面一起非常开心度过今天一天的话，对我来讲它的未来潜力是无限大的。
那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分享，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拜拜。